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5号，视频来探讨一下比特币昨天日线高档是收了一根空翻的吞噬。那如果去比对11月份这一根高档的空翻吞噬，它后面价格是这样子崩盘的。朋友也是在问 15K 我们有做对的多单， 16K 有抄底做对的多单，到现在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因为现在感觉 K 值已经回到80下方了。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你如果前面在底部有抄对的多单，这一根希望朋友们报2根、3根、4根，因为它 KD 值半年多从来都没有来到80上方，这个位置没有，这个位置也没有，这个位置也没有。那这个位置过80的时候，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死抱住，最后是抱到这个高位。现在其实回撤短短的一点点回撤，你如果担心它有这种崩盘的结构，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它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中线的回撤。至于回撤的一个空间，压回的点位买点是在哪个位置，等下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或者是去对比历史上20年或者21年当时上涨的时候，它也是在高档的位置有这种空翻的吞噬，但是不是像这种崩盘啊，有可能是会不会修正一个 KD 指标重新回到50附近，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再走成一个金叉结构，我估计有可能还会有高点啊，所以我的多单是选择继续报，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根高档的空翻吞噬，它现在是不太好，因为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讨论过，4个小时如果我们去观察，前面在高位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个空翻的吞噬，但是这几天一直没破，那今天早上的时候是破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空翻吞噬，它下影线的低点就这个位置啊，现在是破了。破的话，所以我估计可能中线目前这个位置要开始进行一个中线的调整，而且有几天了，感觉上去的时候很多指标都是在背离。这一次过高的时候，这一个 KD 值是过不了这一个高点，4个小时，包括这一个 MACD 也是有在背离的结构，所以我的观点是上去不要去追了，你再观察有没有压回的低点。那至于日线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中线的调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现在是 K 值已经回到80下方了，但是低值还没有回哦，就是上去你不要去追，因为这几天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涨高的时候，它日线里面其实这个柱状也是有一点背离的结构，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去追高，因为这几天也不敢再给比特币的一些多单建议，前面在这个位置有再给了一次，你如果这几个位置没买，或者这个位置也没买，这个位置也没买，我个人是买在这个位置。那现在来到高位的话，我的观点是在震荡，你尽量观察它会不会回撤。回撤的一个高位就是这个位置，看有没有一个支撑区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1月份的这个高点，你如果拉一条直线过去，大约是在21,500美金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支撑区。那还有没有更深的一个回调位置，我们就要观察昨天有讲到的一个波浪，其实也是在观察它这个浪形，如果从这个位置开始数，有没有可能是已经1、2、3、4、5，但是也不一定啊，现在它也没有回撤的很深，所以也判断不出来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5浪的高位，或者是这边只是一个1、2、3浪，是不是还没有结束啊？或者是这整个大级别的上升只是一个大1浪的一个结构。那回撤的低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我们从这个低位开始计算的话，它0.382的位置感觉是有一点深啊，那有没有可能更深一点的话，是不是要来到这个区间里面去震荡？那还有没有更深的位置？如果从这个底部开始，它有没有可能回撤个0.38，又是在这一个更低的位置？所以几个黄金比例我们只是先画一下，让自己心里有一个底。那至于这个空翻吞噬，历史上它一波牛市启动的时候，它后面在高档空翻吞噬也是有几个位置，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比如说历史上它几个牛市刚起来的位置，当时也是 KD 值过了80的上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个位置啊，过了80上方，然后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它这边有一个空翻的吞噬，但是下跌的一个区间也没有压得很深，它其实整个中线就是这个位置画矩形震荡，后面是低档时差的位置，它也有可能会破这个50，但是最终金叉上来也是会有一个短线的上涨，甚至还是在这个矩形的结构，所以我的估计有可能整个比特币前面一波上涨就类似20年疫情当时底部触底以后，后面它也是涨得相对比较猛啊，
因为当时疫情底部起来的时候，这边在震荡的原因就是目的前面这几个高位或者是这一个高位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哦。我们拉一条直线去观察，它其实在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这一个片区有一个套牢区，在这边利用横盘了一段时间，然后去突破。突破完以后，它在高位的时候，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根空翻的吞噬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空翻的吞噬。它就是涨高以后，再画了一个区间，破位再画了一个区间，最后再突破。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我的估计有可能整个中线会不会横向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位置会不会横向整理一段时间，不排除有压回的低点。我的观点是有时差或者是破80，你要继续找机会买啊。那另外这个位置破80还有可能向哪一个位置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1年当时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这边也是一个井喷的位置，因为这一次位置是非常的陡，就类似这一次从15000、16000一直井喷到目前的23000。那我的观点是有可能类似这么陡的一个情况下，它有没有可能 KD 在80上方破一次80，相对比较深的一个回撤？那你去观察一下这一次的黄金比例它是在多少？它是回撤到接近 0.382 的位置，后面是死叉的时候。那你就去买，所以我的观点是，有没有可能朋友在担心呢？会不会去回撤 0.38？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啊，狗狗币前2天有利好没拉上去，我们现在就观察它一个矩形的低位，你也可以继续找买点啊，因为前面在这一根的时候我是有卖了一部分，到现在的话可以买回来啊，现货的话也可以买回来，或者是期货也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矩形低档的位置。到时候看要不要开多，因为狗狗币也是想找机会。如果真的有大三浪的上涨，看有没有找机会的低点，看要不要去开多。现在它可能时间是不是又要拉长？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一根上涨2020年的时候，这一根上涨马斯克收购推特，它后面是回撤了17根，最终是突破。现在我估计就12根啊，还差5周啊。到时候看时间会不会提前，因为这几天也是在判断，既然比特币这么强势，狗狗币感觉是没怎么动啊，所以也是一直在找机会，看有没有低点。那现在压回来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的20MA 或者21MA 这个位置，我感觉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包括这个以太坊，现在在整个日线里面，目前估计也是在震荡啊，主要是前面的几个高位。还是一样，就是这个高点过不去的时候，因为这个高点也没过去，然后这个区间就是这个压力区。先看一下压回的话，我是觉得应该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观察一下10均线，昨天是破掉了，你现在就观察20的均线，现在也是接近这个1500附近啊，有可能这几天震荡的低点，如果有接近1500，可以继续买。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